一个知名人物就是侯德健先生哈，他一再强调他最后撤的，他以此来证明说他是最有资格的一个见证人。在我当时看到的情况，我在现场看得很清楚嘛，他们至少比我跟刘树理这些人撤得更早一点啊。两个北京高学生，一个听监的学生是死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时间、有地点、有中枪的原因啊。这屠杀主要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点最主要的我在书中，我在第一本书都提到西长街是最主要。我也在跟刘树理现在在讨论，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撤了，我们宁可最后在这里赤手空拳的被戒严部队给杀了。最后那个戒严部队上来拿枪点到我后背的时候，我就说你他妈的给我一梭子嘛周舵和4个最后绝食的4个精英知识分子，这个绝食4君子嘛，他们号召撤，然后学生们其实还有2000人左右决定是不撤的，但是最后的决议就还是撤。但其实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战士已经解放军已经拿着枪垛子把你们都顶着，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是吧？对，1989年6月4号凌晨1点半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北面已经抵达了38集团军，然后天安门南面已经抵达了空降兵15军，然后预先6月2号就进驻天安门广场西边的3个集团军然后东面的公安部大院里头至少有1个集团军我后来都搞清楚。所以天安门广场到6月4号凌晨1点半的时候已经被团团包围。所以我们坐在纪念碑基座最高层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前面停了很多装甲车，然后包括很多钢盔在闪动。所以那时候天安门广场就开始觉得说最后的时刻到了，然后也就发生了关于撤退跟不撤退的争论但是我在现场，我看到的，我听到的我知道说绝大多数的在场者是不愿意撤退的因为说在6月3号晚上大概12点之前广场至少有7、8万人了。但是因为外头的那个血腥镇压，所以陆续很多人离开广场，所以最后剩下来我想也就2到3千人。所以这些人是要跟我一样，我想跟刘树理一样，是打定主意坚守在这里我想我跟很多人为什么这么想，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因为是运动的中心，全国包括全世界都关注在这里。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坚守的学生，北京各界民众在外围做出了太大的惨重的牺牲，流血牺牲。所以我也在跟刘树理现在在讨论，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撤了，我们宁可最后在这里赤手空拳的被戒严部队给杀了，良心上会安。如果我们在这时候撤的话，我们对不起那些为了保护天安门广场、保护天安门广场学生那些死亡的北京各界民众。因为所以后来事后中国官方就是说和平学生和平有秩序的撤离天安门广场，这是谎言。因为到时候学生还没有做出决议的，戒严部队已经冲上来占领了那个整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3层基座，然后高音喇叭里头还在表决说要不要撤了，几组高音喇叭已经比他们开枪打爆了。所以说
他说和平有秩序的撤离根本不是。是学生是被迫的，被撤离。撤离的时候是没有秩序的，也不是说几个学生广场指挥部的领袖带着学生说和平撤离。至少我经历的不是这样，所以他所谓的官方所说的东南方向那个角，东南角人民英雄纪念碑东南角，那是一个他们戒严部队特意给留的撤退的通道，也不是的。因为那边已经有很多军警然后呢，那些草坪的那些铁栏杆有的都被装甲车推倒了，所以说学生队伍又是被一路追打的撤离，所以拥挤不堪，所以说很多学生在那个东南角被击倒了被踩到了然后呢。那一带的大连军警还用各种的器具殴打这些撤离学生，所以我也看到有学生头破血流的。后来周舵自己回忆都提到说，胸口被一个硬物捅了一下，很狠，非常痛留下一个伤痕。但是他说不是刺刀，因为刺刀会捅穿了，那么大的力度，也不是木棍。木棍不会那么专心的疼，也不会留下明显的一个疤。我对戒严部队研究透嘛，后来我告诉他，我说捅你的那个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捅你那是什么器具，我都告诉他。是什么部队？是什么器具呢？我说是63集团军那个高炮旅的然后器具呢是铜条，人民大会堂里头那个阶梯压红地毯的铜条。哎呦，所以说铜条呢，它没有像刺刀那么锋利，捅不穿，但是呢，比木棍又坚硬，所以说留下那又痛，然后留下一疤。他一说明白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收集那么多戒严部队的资料，一说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拿的那个工具，我就知道，因为我在资料的时候有提到说65集团军高炮旅6月2号提早进人民大会堂，但是相应的枪支弹药没有运到，因为在六浦口不是就拦住了几辆弹药车嘛所以呢临时就把那个压地毯的铜条拆下来做武器所以说在那个东南角，实际上很多人受伤，包括周舵包括被击倒、被踩踏的一些学生。所以我第一本书里有说到北师大的一个绝食发起人之一吧，好像叫杨朝辉北师大的教工子弟，7个绝食发起人之一，所以也在那里被踩倒在地，然后呢不断的呼救还好被人家给硬拉起来了。所以东南角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撤退通道，然后和平学生并不是和平的有秩序的撤离，这是官方反言。对，但确实是，这也是这么多年就是官方也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屠杀，但天安门没有开枪，天安门没有流血，就反复来证明这是一个和平的。您再具体讲一下，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在广场上是没有开枪，没有所谓坦克真正的开枪流血。碾压，这些都是在外围，就是市民在阻挡军车往里面走的过程中间产生的这些伤亡，是吗？所以我说我作为一个文献学者我是拿证据说话所以我就说屠杀主要不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所以说事后因为中共掩盖真相也不公开真相，造成外界说天安门广场是主要的屠杀场地，血流成河，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作为一个文献学者，这个当事人经历者，我在说实话所以屠杀主要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点最主要的我在书中，我在第一本书都提到西长安街是最主要，其次是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天桥朱市口一带但是呢，也不像中共官方所说的那样，
天安门广场纪念部队没有开一枪，没有打死一个人，这也不是事实啊。它虽然不是主要的屠杀地点，但是还是开枪杀人了啊。所以我事后我就非常注意的就是收集天安门广场的死亡人的情况。所以说后来至少有2个北京高学生，一个天津的学生是死在天安门广场的，有时间、有地点、有中枪的原因啊。第一个确认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东欧苏联研究所的双学士陈仁兴。所以说到这件事，我真的要给他的当年的班主任范其勇点个赞啊！因为范其勇当年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隔壁房间的历史系的研究生，然后后来毕业以后，他到东欧苏联研究所工作，就刚好做班主任，就是陈仁兴的班主任。所以后来在90年代初，他到了美国，然后就联络我，我就跟我说起这件事啊，因为陈仁兴的死亡，包括死亡以后找遗体，包括最后怎么给他写结论，他班主任他都是知情，他都参与的。遗体也是他找了很多家医院，最后在某一家医院找到的。后来我就说这个很重要，我说你能不能把它写出来？他一口就答应可以。但是我又友善提醒他，我说6·4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6·4天安门广场上死亡的学生那更敏感。我说你得考虑到自己这篇文章的后果，你能不能承担，愿意不愿意承担？所以我说你是考虑用真实姓名还是用笔名？他跟我一样嘛，我学文献，他学历史，他当然知道真实姓名可信度更高，所以他就选择用真实姓名作为作者，把这个整个陈仁兴的死亡时间、地点，包括他后来寻找他遗体的经过，校方怎么封杀这个消息，就写成篇文章。所以我真的是要给他点个大大的赞。所以这样的话是第一个证实的。所以陈仁兴是在1989年6月10号凌晨1点半的时候，也就是说38集团军刚抵达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他在那个国旗杆的地方，就每天不是要升国旗嘛，在那个位置被戒严部队开枪腹部中了好几弹。所以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同乡的大学生，然后连带几个其他学员把他送到医院，可途中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所以死亡时间、地点都清清楚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天安门广场，后来我说证实的是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生戴金平，他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南面，就毛泽东纪念堂的东南地带，也是在89年6月4号凌晨，就在空降兵15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南部的时候，因为照相，闪光灯一亮，就被开枪打死了。因为在凌晨的时候闪光灯太明显了嘛。第三个被证实在天安门广场死亡的大学生是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叫李浩成李浩成。所以他也是在6月10号凌晨在天安门广场的南部，也是因为照相，闪光灯一闪被戒严部队给打死了。所以至少这3个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死亡的时间、地点、原因是清楚的然后另外还有几位我还不能确定他包括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还有一个中科院的一个研究生，这3个至少是确定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结论当然很清楚，中国官方
说天安门广场纪念部队没有开枪，没有打死人是个谎言，没有开枪更是谎言了。因为我在现场，你想，从6月4号凌晨1点半开始到5点半我们被强行驱赶4个小时，耳边枪声不断，整个天安门广场上空弹道穿插，就跟那个节假日放礼花一样。然后他上了纪念碑以后，开枪击毙不是打爆那几组高音喇叭，我都是扭头看着呀，就几米远的地方。所以事后我当然收集纪念部队的资料研读的话，我都是找出来他们部队的所在番号，就第27集团军的那个一个3个侦察连，1个步兵连，4个连组成一个特遣分队所以开枪的那2个战士我都把他名字找出来了所以说在广场没有开枪，没有打死人，这是个谎言。只是说屠杀主要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所以后来因为侯德健、刘晓波他们都被拘捕在60以后，后来他们就是接受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这些中共中央级的媒体采访，以见证人的方式说没有看到开枪，没有看到死人我想你说没有看到开枪，没有看到死人是合理的，因为我前后经历了4个小时，在视野最好的最高层，跟他们在同一个位置，跟红队一样，我也没看到开枪，只听到枪声，对不对？打喇叭呢我看到了，打人我没看到打死人也没看到，是这样讲可以的。但问题就是侯德健后来还强调说，谁要是说天安门广场有开枪有打死人，就是谎言，就是以谎言来反对谎言，这你就过分了。因为后来我就说，你没有看到，刘晓波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不代表广场上就没有发生。因为我说理由很简单，天安门广场有50万平方米这么大地方，清场不是我们所说的最后纪念碑清场，是凌晨1点半到5点半4个小时然后又是在视线不明的情况下，只有上帝，全能的上帝能够看到4个小时里头50万平方米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都做不到。所以中国官方后来在北京日报写了一个所谓见证人的长篇的报道，说躲在天安门广场边上那个冬青树的树丛后面，说看了整个清场过程说没有打死人，没有压死任何一个人，那我说他可能就是上帝，要么是特异功能的人所以我就说这个我的理由很简单那么大的面积4个小时，然后视线又不明，所以你只能说每个人在场的，哪怕是在场的，你只能说我没有看到，我在我的位置我没有看到，你不能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这种事。侯德健他们到现在他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所以因为他是当事人，又是所谓的知识学生反对镇压的人，所以他的那个结论就比中共的官方宣传更有影响力，获得更多人的相信，甚至连原来说一直说天安门发生的屠杀的开放杂志的老总金钟都改变了看法，就不断的报道后的那个说法，然后说天安门广场有死人的话都是谎言。所以我就说在最后几个小时至少说度过了恐惧，决定留守的这2,000-3,000人，绝大多数是不愿意撤的，所以主张撤的应该是极少数，所以后来强烈主张撤的就是那4个绝食的知识分子，就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鑫。因为我当天就是特别纠察队就是负责保护他们4个人的所以一直在他们绝食棚的前面，所以他们也在绝食棚一直讨论。所以我知道的细节呢，像刘晓波开始也不同意撤的，
是周舵先提出来，然后刘晓波在3个人反复劝说下就同意了。周舵为什么提出来，也是因为一个学生领袖北大的数学系学生邵江，几次到那个莫须地屠杀最惨烈的现场参与抢救伤员，北大的那个 T 恤上都是鲜血。然后几次炮灰观呢，哭着跟周舵说：“建部队杀人杀疯了，见人就杀，说我们没办法留守了，留守就是死。说让周舵出面劝说广场指挥部的人带领学生撤离，说你们这几个是有知名度、有公信力，这样，所以他们。”周舵才提出来，他们4个人最后同意，然后去找广场指挥部，找总指挥彩岭嘛，副总指挥3个，冯崇德、李路、张伯蛎。张伯蛎当时不在现场，不在指挥部里头，然后就主要这3个人，然后他们反复动员撤，他们不同意撤，然后最后他们决定派2个代表去谈判，去学生指挥部，他们告诉他说，你是代表你们自己4个人，不代表我们，所以后来就由侯德健跟周舵去跟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北侧那里谈判他谈判的对方那个叫吉兴国是一个团政委，我都查到部队番号。所以说最后呢是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同意撤的，包括广场指挥部的总指挥跟2个副总指挥。所以他们侯德健他们跟周舵谈完以后回来说。戒严部队同意东南角留出作为学生撤退的通道，然后他们开始4个人在利用学生指挥部的广播轮番的劝说学生撤离当时底下学生，反正我在北边学生是最多的大概南面、东面、西面是最少的学生，加起来可能3个方向加起来不如我们北面多，因为北面是视野好，面对天安门广场，面对长安街嘛，所以呢，他们在呼吁撤退的时候，我周边都一片骂声。原来对侯德健是非常尊重的，刘晓波那时候没有知名度，我客观的说，那一次因为他们带来人潮是侯德健那是第一个。从台湾被统战到大北京定居的，而且是台湾校园歌曲的2个领军人物之一就他跟罗大佑，然后又娶了东方歌舞团的年轻的歌唱员陈琳。陈琳当时跟他在广场上吗？陈琳我没看到，但至少说因为2夫妻都高知名度的演艺人员，说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所以说他的知名度非常高，那带来人潮。但是在那个时候，他提出跟广播里提出撤退的时候，这帮人学生原来很尊敬，很多选择痛口大骂。他劝学生们撤退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不要面对屠杀，你们保护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话吗？对，他们主要就是说避免流血吧，说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我们保留这个民主的火种嘛，但是学生不接绝大多数人可能想法跟我一样嘛。这最后时刻嘛，很多北京市民在天安门4个方向流了太多的血嘛，那都是为了我们嘛。那我们如果在镇压之前我们要撤离，我们还可以考虑，现在已经流了这么多血，我们再撤的话，我们对不起他们，我们良心不安嘛，所以宁可一死嘛，所以说不接受嘛，所以反过来就骂他们，很愤怒嘛，所以你要胆小，你要怕死，你就先撤，三字经也用上了，我周围一片骂声。所以后来周舵下东北面拉着学生都快走也被骂周舵自己事后都回忆说没拉走几个学生，我看着他呀，看着这老兄一个个拉不动还挨骂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最后的想法是不撤，我刚才说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等着戒严部队开枪嘛，所以我最后那个戒严部队上来拿枪点到我后背的时候，我就说你他妈的给我一梭子嘛就是兵已经拿枪顶到您后背上。对，因为他后来上来以后，我们本来是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也第一线了嘛。我们是坐在那个最高的一级台阶上嘛，我跟刘书礼嘛，所以上来，然后就拿枪托那个桶就把你打下去嘛。
下去我们要做回来做，所以我心里就想去你妈的，你给我一梭子就完了，啊，所以呢，所以绝大多数实际上，好，所以后来冯崇德的记录说他最后用广播表决，啊，说他喊撤退啊，同意的就喊好这样，哦，不撤退也喊好，看哪个声音大来决定。他后来说喊撤退的声音大，我就坚决不认同。所以在场的周凤硕也在现场，而且是在他指挥部身边，都说不是这些人。啊，他们可能因为内心里头最终也动摇了，想撤吧，也负不起这责任。啊，他是学生领袖嘛，如果真的大家都被打死在这里，同学，那最终内心还是撤。当找个借口说我们广播表决，那个场合上有几个他听广播的呀？我都没听清楚。对，我只听到说他们在呼吁撤的轮番讲话当中一直在骂嘛，不撤。所以冯龙德后来在他自己回忆里头就说，因为听到的喊声是撤退的大。我当面也说过他，我说凭什么下这结论？我说我北美所在地学生人数是最多的，全在反对撤退。你怎么说你听到的？在指挥部里帐篷里头听到的比我还清楚，说撤退的声音大。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说他们在建部队上来以后不久，把指挥部占领了，把高音喇叭打了以后，他们就先从南边撤走了。我们北边撤的是最晚的。所以撤离过程是非常混乱的，很多学生受伤，我也看到附近有位学生头破血流的啊，然后很多人被击倒在地，好像。但撤离大概是这个时间5:30左右，所以，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事后包括现在还有人一再强调说是自己是最后撤离的啊。老是要强调说自己是最后撤离的，但很难确定，就是你是不是最后撤离的啊？至少我是在5:30左右才开始撤离的，而且我所处的位置是纪念碑那个基座的北面，人数是最多的，人数超过了这南面、东面、西面3个方向的总和，所以是应该说从总体来讲是最后撤的，大概是这个时间。所以我经常看到医生说强调自己最后撤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有点不以为然。其中最典型的一个知名人物就是侯德健先生，他一再强调他最后撤的，他以此来证明说他是最有资格的一个见证人，强调说，在整个撤离过程，或者他所看到的说，戒部队没有开枪，没有打人啊。所以其实他所谓的最后撤离的话也不确实因为他至少像那个绝食的四君子，像包括侯德健在内嘛刘晓波、周舵、高鑫，在我当时看到的情况，我在现场看得很清楚嘛，他们至少比我跟刘树理这些人撤得更早一点然后侯德健所说的最后撤离是怎么回事这也挺有意思的有点故事性，因为是大名人嘛中国大陆当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那些坚守到最后的很多志愿医务人员是非常保护他的你像我们这些靠自己挤出来嘛，从东南角被打出来挤出来，或者建设等于是在我们之前提早比志愿医务人员保护在天安门广场东面有个历史博物馆嘛后来改名好像中国革命博物馆反正是历史博物馆或者革命博物馆，保护在他们那个到了那个位置实际上已经是离开了天安门广场的位置嘛，因为那个历史博物馆跟天安门广场隔着一条马路嘛，小街隔着马路嘛我们严格来讲你离开广场，所以说在那个历史博物馆的
西大门，就是对的广场跟他们隔着一条马路，而且是用担架抬过去的。哎呦，是担架抬过去，然后呢，全身蒙上了白传单，就是避免他说被戒严部队认出来被抓走。但他其实也没有受伤，只是像掩护一样把他给弄走了。对，等于说他不像我们从东南角这么挤出去被打出去嘛，走着出去。对，他是说提早，等于说至少比我们早一点，比我早一点，比医护人员保护着用担架抬到那个历史博物馆的那个西大门前面，然后一直盖着那个全身，连脸都蒙上那个白传单，避免被戒严部队认出来。所以但是他最后离开那个历史博物馆西大门前，的确比我们晚，大概是在6月4号清晨快接近7点的时候。这个我是客观说，我查过资料的。所以离开天安门广场，离开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一带，比我们北侧的人要早，但是最后从历史博物馆离开比我们要晚，因为我们5点半左右从东南角被打出去，逼出去以后，我们就朝前门方向就离开了嘛。他是一直滞留在历史博物馆的西大门前所以后来戒严部队占领了整个广场以后，就开始驱赶滞留在历史博物馆西大门前的这些志愿医务人员。所以志愿医务人员我真的很敬佩他们因为后来我读到这些资料更敬佩他们，就是要坚守到最后，真的要坚守到最后看到学生能安全的离开。然后呢，在这期间，戒严部队总共从凌晨1点半到5点半吧，4个小时当中，很多学生受伤他们都一直在救护。所以最后我们大队全撤走了，他们还在历史博物馆西大门前保护了一些受伤的学生。所以除了后退健没有受伤在担架上之外，担架上还有别的受伤的学生。这样的话呢，戒严部队就是要把这些人带走。带走，把受伤员带走，当然包括后退健嘛。所以志愿那个救护者当时就是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圈，保护这些受伤的学生跟后退健。所以你要带走，连我们都带走，我们都是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他们都是哪里来的人？自动来的，所以我叫他志愿救护人员，说来自于北京各医院，所以说不是说统一有组织的来的，所以我叫他是志愿人员。所以说在那个很危险的情况下，广场之外已经大量杀人的情况下，他们都还是坚守到最后。所以这样他们就撤得最晚，因为他们要带着伤员走，戒严部队不允许，说你们可以走，担架上这些伤员不能走，都是暴徒。所以一直坚持到大概6月4号清晨7点钟左右。然后戒严部队可能请示了上面，所以说让他们带着人走。这样到7点左右，他们才从这个前门的方向离开。那后退健也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所以说后退他们说是最后离开的，最有见证的资格，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在这期间，就是从5点半，我们所有大队的学生都离开以后，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的地方还是大规模的开了枪的。对，因为开了枪，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后来收集资料就发现那个台湾当时《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徐忠茂，就是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位置，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了那个后脑部，所以3重倒地。幸亏有见义勇为的一个江苏来的一个小个子的农民工，在枪林弹雨里头把他硬的背出去，连背带拖的，然后送到医院，医院发现说是台湾记者，全力以赴的救护他。当时好像是送到前门附近的一家医院。我在查资料，我现在想不起来，因为那一家医院没有脑科的技术跟
技术高的医生，后来又紧急联络，然后呢，救护车司机又冒着风险把徐宗茂转到了一家有脑科的一家医院，这样就得到及时的救护，救了他一命。所以我就说查到这个资料，我才确定说，在我们走了以后，戒严部队在那个东南角的地方还是开了枪的，就驱散坚持不走的学生跟一些民众。最后这间因为是谈的历史博物馆西门前的担架上要蒙的白传单，所以他也没有看见照理说他是在场吗？距离是有点远，但在场嘛，那至少枪声听到了吧？可是他到现在出于他的考虑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嘛，又从事他想做的事情，考虑到中国市场。那你至少说你没有看到徐宗茂这些人被开枪打倒，你至少听到枪声吧？所以我就说撤离这个过程大概是这种情况5点半左右我们基本上就走了，只留下很少数的学生坚守，结果就遭到戒严部队开枪的驱离所以我也找到好几个当事人的回忆也是在最后遭到戒严部队开枪驱离明白。然后您等于从东南角也是这么，其实挺狼狈的，连就是搀扶着，真是还有枪声在身后，这样一个过程出来以后，到了前门那东南角那边吧，然后你去哪儿了？你怎么逃的命？其实是用这个词来形容吧。对，撤离的大概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们就是从东南角很艰难的出来了，所以很多学生也是程度不同的受了伤包括我提到说那个施君子之一周舵胸部也挨了一铜条也受了伤。然后我们就是经过这个天安门南面的那个毛主席纪念堂看到那一带毛主席纪念堂的那个北面南面都坐满了那个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后来我一看那军装那个因为是穿的上绿下蓝的军装，一看就后来我知道是空降兵第15军的所以然后我们就到了前门的时候，就沿着前门西大街往西拐走到那个一条街，新华北街还是新华南街，然后经过那到了西长街所以西长街那时候那个位置就已经接近于新华门跟六波口之间，然后我们就是穿越那个西长街等于是靠的西长街北侧走。西长街因为当时是中国最宽的街嘛双车道，至少我想有70-80米吧那个程度。然后我们靠着路边，这样就是从东往西走，就想各自回到各自校园嘛。所以后来就经过那个西单大街然后又到了那，然后各学校开始分因为学校所处位置不一样所以其中发生记忆最深刻就是六步口事件因为我们是走到六步口西长街那部位嘛，所以戒严部队有3辆坦克从背后是天安门广场过来的，快速的追赶这个学生队伍，然后扔那个军用的瓦斯弹军用瓦斯弹实际上就是毒气弹。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当时在现场的那个北京商学院的19岁的女学生叫龚继芳就因为在六波口被那个军用的瓦斯弹吸入过多，造成那个肺部严重糜烂死亡。医生开的证明就写得很清楚的，肺部糜烂。尽管他胳膊上中了一枪，他那不是致命伤，说死亡那个原因就是肺部糜烂，吸入过多的有害气体。
然后当时跟我也接手广场一个我们政法大学一个青年女教师叫张丽英，也是在六部口吸入这个毒气枪，当场就晕倒在大街上。幸亏周围的政法大学学生也认识他，老师嘛，赶快把他救到那个行人道边。所以呢，他吸入的气体不是过多，后来送到医院急救，倒是没有像那龚继芳一样就是死亡，也是在医院住了好多天。所以说那个不是普通的警用的瓦斯弹我叫它军用的呢瓦斯弹，实际上是有害的，就战场上用的。警用的我吸过，我们在香港那个报道抗议的时候也是，我知道那个眼睛、鼻子那个对太痛苦了。因为警用的这瓦斯弹就是造成你很痛苦，眼睛、鼻子、呼吸。军用瓦斯弹战场上用的会让对方士兵失去战斗力，所以那个毒性更大。所以我为什么讲到龚继芳，讲到张丽英，就是一个证明。你警用瓦斯弹不会当场造成人肺部糜烂死亡的，对，只是很痛苦，对，很痛苦很痛苦。所以说那个，然后实际上那3辆坦克还开枪，对，因为扔那个瓦斯弹，现场一片的淡黄色的气体嘛，我们都看到了，在现场也闻到了一点。开枪大家没注意，因为坦克那个开过来地动山摇的。马达声音很重，说枪声被人家忽略了。后来因为我去追查这些东西，说龚继芳右臂上中了一枪，后来又查到别的在六部口的人也是有中枪，所以证明了3辆坦克在扔军用瓦斯弹的同时还开了枪。但最严重的就是其中一辆编号106的坦克掉头从背后冲入路边的学生队伍，这当时造成了11个人的死亡，更多人受伤。很多人受伤，坦克受的伤不是一般的伤像北京体育学院方正2腿高位截肢，直接碾过去的，当时2条腿就压没了嘛。还有其他的呢，后来至少你像丁子霖老师，也至少好像他找到了13个六部口受伤的人，都是留下很严重后遗症的他至少找到了13个其实当然不止13个，因为他很艰难的情况下去寻找很多受伤的也不敢站出来说，所以说这是很悲哀性因为那个体制下不敢站出来说嘛，受害了也不敢说。所以其中有一个就是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硕士生我记得叫王宽宝，就整个骨盘粉碎性骨折，后来做了很多次手术，手术过程当中又血液感染感染那个肝炎，一直就没好。后来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又做了手术还是没有彻底好所以我在第一本书里有记录他，因为跟他同行的那个推着自行车在路边走的那个博士生当场压死了。王康宝是骨盘这个粉碎性骨，但是悲哀的是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前几年我们还联系他说，你能不能站出来把自己受伤的过程讲一讲？他没答应。你看人都在美国留学，又留在美国了，都不敢站出来。所以说那个丁子霖老师记录13个人，绝对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后来，因为我比较幸运，我就跟刘书礼，我们就是用那个位置比较幸运，就最不幸的那个被受伤死亡最多的那个队伍那一段我们不在那一段，我们在稍微靠前一点，所以我们政法大学包括我们青教学生比较幸运。这是张丽英因为吸入比较多的毒气弹，所以死亡受伤最严重的就是中国青年学院那个学生队伍。所以我过去好像记录了其中有王培文一个死难者，还有其他的他的班主任就是后来很出名的中山大学的那个教授博导艾晓明
对上海老师，对，所以后来我调查材料以后才发现艾小明教授后来一直参与那个维权运动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第一线去记录维权者的那个苦难包括太师村事件。当然大家很不知道，可能艾教授当年就是受伤害六部口事件受伤害最重的他们班的班主任。对，所以他一直对这件事也是记忆犹新，所以后来他好像发过一个人大那个死亡学的吴国峰的大概48张照片与吴国峰什么的，那个因为那个吴国峰也是死亡过程是非常惨烈的惨烈的。所以六部口呢，当时我跟刘书礼这些跟政法大学所在的位置稍微靠前的时候，我们很幸运的翻过了那个那个自行车道跟人行道的那个大概1米来高的铁栏杆，前面上面带尖的，所以很艰难的翻过去。这样呢，当时那个场面我们翻过去，等3辆坦克过去，我又回过来看了现场真是血腥所以我今年那个美国之音记者问我，我说我通读24史，看过太多的文字关于血腥的记录，但是都没有像六部口现场你看到那个坦克碾压之后的这种血腥被文字记录的那种血腥远远超过。所以六部口事件以后呢，我们从那地方开始，包括很多学生我们就一边哭一边向路边的群众高呼，说不要忘记六部口事件，不要忘记106号坦克，一路就呼喊过去，就想记住那辆坦克。所以后来我在追踪戒严部队官兵资料的时候，很偶然的发现了一个就是106坦克的一个2炮手。我因为我先破解了戒严部队番号嘛，总共19支部队，包括14个陆军集团军，然后呢就用这19支部队的到团一起开始的部队代号跟番号去收集了40多万军人，然后一一的去考证，最后确定3000多人是60戒严部队的，然后呢其中就发现这个人。最后我又一路跟踪这个人，一看他是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的，那就六部口事件那3辆坦克的所在部队。后来一直追，终于追到他的一个跟战友的聊天记录。怎么找到的？对，我一路追他呀。当时这些戒严部队很多人，我花了无数的时间，通宵达旦的追他们的聊天记录因为有些聊天记录你不现场记录下来的话，很快有时候会消失掉。终于有一天他说出来说，天津警备区坦克第1师第1团第1营第一营第1连第1排106号坦克的2炮手。我当时看到这记录，我真的趴在电脑的键盘上痛哭我说终于找到了106号坦克的官兵。因为那个六部口事件，我们一路喊着记住这个坦克，就想有个历史的记忆嘛。后来丁子霖老师说，也有人给他写了106坦克，但是搬家以后多次搬家的时候把这个纸条丢掉了，所以不知道这辆坦克编号。后来我就托人告诉他说106。所以你看当时说他最后确认他自己说出这个部队的具体番号，那跟我过去别的资料完全对上坦克第1师一直说出是106号坦克2炮手，当然他不是主要的责任者但至少有了他，我们有可能以后会找出这辆坦克的车长就是这辆坦克指挥官，或者找到这辆坦克的驾驶员要么车长下的令，要么驾驶员自己调动车头冲进选队至少有了一个线索。
所以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当时，啊，我就说终于找到，因为刘伯孔那个我亲身经历嘛，太虚，所以这样，后来我们就各自回到校园，所以我当时我跟刘书礼，的学生大概不到20人，因为你看出广场哈强行逼出，然后又很拥挤，最后大概只有22个人跟了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什么也没有，完全就是靠这么互相手拉着手这么往外走，是吧？对，那时候没有这个手机这些嘛，所以说，在撤离广场的时候，撤出去以后你也没法相互联络嘛，那现在有手机，有各种群哈，到时候发个群说政法大学到什么前面建楼下集合就很容易，所以那时候到了那个政法大学大门校门口的时候，当时只有大概20来个人。后来我跟刘书礼教师嘛，然后我们说，整一下队伍尽管我们好像很哀伤也遭遇很悲惨但是我们要回校了，我们是坚守到广场最后的一批人，我们要打起精神来这样我们就重整一下队伍，然后我跟刘书礼带队，然后就穿过那个学院路，然后就是我们的大门，结果大门有太多的师生在那里，包括一些附近的群众，然后就欢迎我们归来。我研究所一个中年女教师当时就抱着我痛哭，然后一个我的直接领导也是抱着我痛哭，所以小吴终于回来了。可一进校门，后来一进校门就是看到那个教学大楼前面一排课桌，上面摆着那个学生遗体。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吴老师，这是从六部口运回来的五具遗体。”对，当时我记得是5具因为坦克碾压的，所以说那个惨不忍睹那课桌上、地上都是一汪汪的血。所以我跟刘书礼就带领了20来个学生，我们就跪在那个遗体前面。当然，现场的很多学生都在包括全都在哭不哭的话也都掉眼泪。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我说心里，我多年来说，我说，就从那一刻开始，我说我一定要记录那6次屠杀的这个事件，一定要记录那些戒严部队有责任的那些官兵我是学历史的，我们都说要将什么什么定在历史耻辱柱上，那首先我说要有名有姓的定在历史耻辱柱上所以后来我就说要将那些手上沾血的戒严部队官兵的有名有姓的定在历史耻辱柱上，那耻辱柱不能是一个空白。所以这样就是那一刻我开始就是有了这个心愿，也给自己发了一个誓，所以跪在那个遗体前面，我心中就是说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永不遗忘。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有那个场面，但是有些我是根据我的资料收集，包括个人经历说的，但是不一定完全准确，因为64这个很多细节一直是被中共的高压之下，很多当事人不敢说嘛所以单凭我一个见证人，单凭我一个人的研究收集资料，还是我客观说还是有局限的我只是把整个大概的情况我把它搞清楚了，但是有些，比如说刘伯孔那个我一直说是死亡11个人但前2天我刚好在洛杉矶参加64的讲座有一个
有一个现场的一个见证人，也当年的大学生，特意跑到那个场合找我，单独跟我谈，跑到我的活动场地，说吴老师，他说我就在现场，啊，他说死亡的人数他一一的就是清点过，他说是12个，因为他在现场，因为我们是看完以后，我们跟着队伍就继续走了嘛，一路哭一走，他们还有少数群留在现场，就是守的那些遗体，他其中一个他说一具遗体他都点过，包括那个方正两腿被高位的被压断了，他也帮着救护，然后现场他就说，还有一些死难者或者受伤人那个手臂被压断了的什么，他说都把它收集起来，就是说他说记得很清楚是12个。包括那个政法大学，我说课桌上我记得是5具遗体但是有现场的一些学生说跟我说，吴老师说是6具，我也听到6个这个。对，所以也许就是说我那个时间点跟他们的时间点不一样，因为我跟刘树理带的学生回到政法大学应该是大概上午10点半左右了，所以他们那个遗体是陆陆续续对，就清晨6点钟左右在六国押，当时一个个体户司机已经运到政法大学，可能是被附近的学校的学生已经领走了一具，可能他认出来是他们，就是所以说我说有些细节可能就是见证人当事人可能都会有一点记忆的误差，但是至少这个事情它是真实的。所以整个撤退我自己经历的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